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王鹤棣白鹿默契十足，孟子义调侃助阵，爱情火花四溅引热议。大家都说三个人就能凑成一出好闹剧。白鹿、孟子义和王鹤棣一块儿在同个节目里露脸，那简直就是一场视觉盛宴，分分钟都能让你乐得哈哈大笑。王鹤棣、白鹿还有孟子义这几位美人都被一群死忠粉丝盯上了，到底是天理意还是白鹤开心？王鹤棣的忠义其实早就大大咧咧地表，他的一举一动里，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。咱从6个小细节里头捋一捋，看看咋回事儿。王鹤棣在节目里见到孟子义，开口叫她孟姐，而孟子义则亲切地叫她弟弟。这俩称呼听起来像老朋友一样亲切。毕竟王鹤棣和孟子义也上过其他节目，真是个闲不住的种儿。他们俩的关系就像是比普通朋友多了一点点的小火花。到底啥时，王鹤棣突然间一喊，孟子义的名字就蹦出来了呢？当孟子义准备去撕白鹿的名牌时，王鹤棣一下子就炸了，立马大喊孟子义的名字，还赶紧瞅瞅白鹿的表情。王鹤棣对白鹿的心思就像张飞看见草地上放着酒壶，谁都能看得明白，这不就是明摆着的偏心吗？第二，孟子义和宁静在拔河的时候，结果一屁股坐到王鹤棣旁边了。王鹤棣这小伙子看着就像个绅士，碰上孟子义立马就伸手去帮忙了。可就这儿，只有个绅士的外表，连个情义都没的。不拿别人的生活跟我比，我就不痛心。当白鹿跟孟子义在那儿拼命拉绳子时，王鹤棣紧张得像个小兔子，立马站到白鹿背后护着，生怕他一不小心就摔个四脚朝天。你想啊，要是白鹿真的跌了个狗吃屎，王鹤棣可能会立马打道回府，不演了，直接扑过去把白鹿搂紧。第三，当周深提议让白鹿单枪匹马去和白队较量拔河时，王鹤棣是紧张的快要变成一根扫帚了。之后他为了把白鹿捧起来，决定和李晨他们3个人一块儿露脸，这总让人感到有点古惑仔护老婆的味道。大家都忙着盯分数，唯独王鹤棣心里关心的是白鹿的健康，这不就是明摆着的特别宠爱吗？王鹤棣心里清楚白鹿的腰板不灵光，他就在那儿悄悄当护航员，帮着白鹿捂着肚子。就说白鹿挺疼王鹤棣的，简直是呵护的像个宝贝。王鹤棣一把扯下郑恺的名牌，周围的人都懒得搭理，就只有白鹿在一旁笑得像个圆滚滚的大月亮。第五，王鹤棣在拔河的时候脸红得像个小番茄，快撑不住了，白鹿则捂着眼睛，根本不敢偷瞄一眼。王鹤棣终于在拔河比赛中赢了，白鹿立马冲上去，热情满满的给予他情绪加油。第六，白鹿跟王鹤棣之间好像有道墙，外人根本进不去。在搞气球加加乐的时候，白鹿和王鹤棣的动作简直让人忍不住想笑。王鹤棣的手就像是公共汽车的扶手，直接搭到了白鹿的肩膀上。要是白鹿换成宁静和孟子义，王鹤棣肯定不会去拍他们的肩膀，倒像是怕被推下坡一样。白鹿那小姑娘直接往王鹤棣那边歪了个身，王鹤棣后头站着仨人，居然还能瞅到白鹿。王鹤棣和白鹿那种随便聊天也能产生火花的状态，简直就是活生生的证据。王鹤棣对白鹿的心思，简直像挂在大白菜上的红大葱，谁都看得出来。要真说孟子义就是朋友，那白鹿巴不得成王鹤棣心里那个最爱的小姑娘。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王鹤棣对白鹿那种毫不掩饰的钟爱，就像是在大庭广众下唱情歌啊。在爱情里，最宝贵的东西就是那份独特的青睐。钟爱的第一大特点就是它明摆着的，这可不是埋在心里的小秘密，
也不是半夜想起的情愫，而是阳光下大声喊出来的真话。在这世上，有些男的对你可以特别有风度，或者嘘寒问暖，但真心实意的宠你，就是他爱你的最强有力证据。一个男人要真心爱你，到了最高境界，那就是在他眼里，你成了评判所有事物的齿儿，在他心中，耳就是那颗无可取代的宝贝。偏心就是爱情的真谛，男人对你特别的样子，简直是爱到没朋友的境界。2. 白鹿重返跑男遇冷，孟子义零互动，游戏尬到全员无脸。明星回归综艺本该热闹，可最新一期跑男却尬出新高度。白鹿时隔多期重返节目，本该是老友重逢的场面，结果和孟子义全程像是隔了条银河系。别说拥抱寒暄，连对视都少得可怜，这气氛连场外观众都忍不住脚趾抠的。回归现场变冰窖，节目组特意用大篇幅介绍白鹿重磅归来，他倒是笑着接了话茬，导演组总算记得我啦。这句半真半假的调侃直接把气氛推向微妙境地。镜头扫过孟子义时，对方正低头玩着衣角，仿佛突然对布料纹理产生浓厚兴趣。要说两位女嘉宾真有什么过节倒未必，可这同框画面实在冷得能结冰，连最会打圆场的沙溢都罕见沉默，举着话筒愣是没憋出句俏皮话。撕名牌便秒杀现场，节目组精心设计的撕名牌环节更是离大谱。原本该是体力脑力双重较量的经典游戏，愣是被马伯骞完成自爆式袭击。这哥直接拿自己当诱饵，冲进敌阵5秒就被撕了名牌，留下全场嘉宾集体石化。王鹤棣攥着刚热完身的手腕，满脸写着猛。李晨对着镜头欲言又止的表情能结成表情包。最绝的是宁静，眼看自己队莫名其妙躺赢，憋了半天憋出句现在年轻人玩游戏都这么野。气球游戏全员社死。要说尴尬天花板，还得看气球接力赛。当李晨撅着屁股顶气球时，后期老师很懂得配了满屏乌鸦特效。张真源的气球精准掉到李晨臀部那刻，周深直接笑出画面外3米远。白鹿全程缩在队伍末尾当鸵鸟，宁静直接用手挡脸拒绝直视。最惨还是王鹤棣，明明长着张偶像剧男主的脸，愣是被迫表演用嘴吸气球，这画面放哪个后援会都得连夜洗眼睛。节目效果全靠硬撑。要说这期最大赢家，可能的颁给后期剪辑师，能把稀碎的游戏流程剪出喜剧效果，愣是凑满90分钟时长，这功力没10年工作经验真扛不住。观众倒是看得挺乐呵，满屏弹幕都在刷心疼嘉宾和笑到裂开。至于白鹿和孟子义到底为啥零交流，这事儿恐怕要成未解之谜。粉丝们忙着控评说美女专注游戏，吃瓜群众倒是脑补出80集连续剧。要我说，可能真就是节目组安排的游戏动线太奇葩，把人都隔开了。下期预告看着倒是正常不少，至少嘉宾们终于换上能正常活动的服装。只求节目组别再整这些阴间游戏，让明星们好好跑起来，比啥都强。毕竟观众看跑男是想看热血竞技，谁成想天天围观人类迷惑行为大赏呢？